号，蜜雅塔罗现在有 LINE 的官方账号了，所以如果大家有要预约占卜的话，可以加 LINE 的官方账号进行预约。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下第一组的朋友们关于你们的丰盛生活即将迎来的惊喜，还有开启这个丰盛生活的秘诀是什么哦？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朋友你们的牌卡哦。你们第一张牌呢，就是非常多的钱。第二张牌是自我的价值感。第三张牌是一个皇冠，紫色的皇冠。好，第四张牌，你的心思意念哦。这一组的朋友啊，关于你们哦，其实在未来的半年内，你们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流入，这些机会啊，都跟你物质世界实质的这个金钱有关哦，可以帮助你赚钱的机会，或者是说可以帮助你变得更加丰盛的一个机会，一个方式。很多朋友过去你们脑中如果有一些点子，有一些想法，现在可以更落地、更实际的去进行哦，或者是说有人会跟你去合作，去帮你牵线，以至于你原先哦，可能只是停留在脑海中的点子，一些想法有机会被落成，有机会被落地，或是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实质的拿到了什么样子的证照，通过了什么样子的考核，进入了什么样子的阶层圈层中，那个圈层啊，是可以让你有持续不断的稳定的这个现金流的，这个钱好像在对你微笑，非常开心的样子，它要流到你的生命中哦。那第二张牌，它是有关于自我价值感的一个提升，就好像坐电梯一样，从1楼到100楼。这一组的朋友啊，可能你们过去哦，关于财务、关于金钱哦，有一些念头是会去限制你迎接属于你真正的丰盛。可能你会认为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赚钱是很辛苦的，或者是说，金钱是罪恶的，有钱人都是好像用一些不好的手段在赚钱等等。可能你过去你的家庭有一些有关于金钱方面的议题，有关于财务方面的挑战，以至于你会觉得赚钱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很困难的。那这两张牌其实在告诉大家说，自我价值感的一个提升，它会是你迎接丰盛生活、解决金钱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首先就是我感觉到你们会越来越有一个自我配得感。越来越觉得说，在人生的这个旅途中，很多东西你是本来就应该拥有，本来就值得拥有。比如说你在为一个物品定价，为你的服务定价的时候，你不会总是用一个比较好像是略低于市场行情的价格，或是说你不敢去开出你心中真正喜欢的一个价码。有的朋友很可能你们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都为了省钱是点最便宜的之类的，或是你明明存款里有钱，但是你一直觉得很不安全。对，有些朋友确实有这样子的能量哦。我看到的是你们的自我价值感
提升之后，你可以去接纳一些丰盈丰盛的能量来到你们的生命中，而这些丰盈跟丰盛，它又会吸引更多的金钱宝宝来到。那这些金钱来到的时候，你们要有足够的自我价值感去承接、去接纳，你才能够把这些机会长久的抓住，留在你身边，而不是过眼云烟。所以呢，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啊，你们生命中真的不是没有机会，只是过去很可能机会来临的时候，你会以为说，这个机会不是我的，或者说，这个机会你听过就忘记了，你没有想到它可以成为你人生中的一部分，或是你没有想过那种生活方式也是你可以去过的。好，你可能觉得你把你自己固定在某一个轨道上，就是要用这样子的轨道去走。其实人生有很多可以去翻转、可以去扭转的机会在这一组身上。有些人你们可能过去会花很大量的时间在解决某一件事情，那你解决的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契机点，因为出现在你人生中的问题，当你花很大量的时间钻研疗愈，或者说跟自己和平共处，找到解决的方法，这个东西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你得到的心得，或者说你的一个提炼、一个提升、一个产出，你的这个独特的见解，或是如何度过这一段时间，其实它能够去帮助有相同问题的人去解决他们的困境跟烦恼。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经验、你们的存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价值的。我看到你们会越来越看重自己，这个看重自己包含了你珍视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心情。好，你的时间是很重要的，你们更懂得花时间去照顾自己、爱自己，而不是将别人的需求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很多的朋友，我看见你们会找回自我、找回自信，然后你去看见自己有什么样子的天赋、什么样子的优势，你心中可能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念头是你想要去展现自己，你想要用独特的方式去在这个世界上挥洒你的一个色彩。那我觉得你们跟别人互动的这个过程中，也会让别人了解到他必须去尊重你的时间，尊重你的空间，尊重你的发言权，你们说的话是会被看见，是会被听见的。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你们的自我价值感真的是在上升，而且很多人真的是很快就可以从1楼到100楼，这个电梯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当你们那个想法疏通了之后，当你开通了之后，它就可以很快速的提升。好，对于你自己的信念当你认为你自己是重要的，认为你自己是值得的时候，身边那一些常常可能在批评你的声音，或者是说对你讲话不是这么的尊重，你感觉到不舒服的那些人，他其实也会慢慢的远离，这些能量慢慢的不能够再去影响你。然后在接下来这张牌这个是属于你们的这个主权你们有这种皇室皇族的这种贵族的气息，然后再加上前面的牌卡，其实要说的是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灵魂非常的独特，你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有自己独特的这个使命，你们很高贵，你们是高贵的灵魂，而且你的想法是值得被珍惜、值得被保护的，你们拥有影响力，你们的影响力就在你们的脑袋中，就在你们说出来的话。这是一个美丽的皇冠，它也很像是一个帽子，它是要戴在我们的头顶上的，代表说这组的朋友很可能你们是那种
你们是那种会思考人生议题的人，就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单单只是思考说我要看什么电影，我要去哪里玩，然后我要买什么样子的衣服、包包，然后之类的。我觉得你们还会去思考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有哪些事情是我可以做的，我喜欢做什么。以及说我有没有一个使命，或我有没有一个天赋要去实现呢？我觉得你们会在寻找，可能会寻找，你会抛出问题，然后你会自己去寻找那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关于人生，关于人际，关于感情，你们会有很多的想法。你们是一个思考型的人，你们的脑袋会去思考。那你们很可能在思考的过程中会去发现说，你自己真心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前面这张牌是自我价值，是值得，就是什么事情值得你花时间在这个上面，什么人值得你花时间在这个上面，什么工作值得你花时间去投入呢？每一个人每一天只有24小时，有一些事情做起来就是会让你觉得越来越消耗能量，好像上班的时间都比你的这个下班的时间还要长很多。这样子的话，你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有些事情则是你做出选择之后，你是感到快乐，感到满足的。有一些事情你是一直想要去体验的，所以哪些事情是你真心可以感到快乐满足，而这些事情能不能够持续的当你在做的时候也能够去产出一些金钱呢？或者是说你能不能够把生活方式调整成更符合自己想要的那个模式呢？很多朋友，你们可能还开始去思考，并且回答这样子的问题。当你得到答案的时候，很可能你会发现，你其实是有一点讶异，有一点觉得这样子的想法好像跟之前想的不大一样，或者是说，这个念头在你的心中埋藏了很久，透过这样子的一次思考过程中，你将它重新翻出来，你愿意将这个念头正视这个念头。有些人你可能真的是觉得说，其实我想要做改变，可是我又有一些担忧，有一些顾虑，有一些害怕，特别是有关于金钱方面，你很怕你做改变之后，好，你现在固定的这个赚钱的模式会没有，或者是说你害怕你做改变之后，这样子的改变能不能有持续的稳定的现金流，让你持续的生活呢？好，牌面上告诉你说，当你去放下一些旧有的执着的念头，去感觉你会很快乐、很开心、很有热忱的这个的事情，你去做什么样子的体验，你会觉得非常的有热忱哦。当你去专注在你的热忱的时候，其实这个热忱是可以成为你的动力、你的燃料，去改变你的人生方向，让你跟你自己的理想的自我跟理想的生活更加的靠近，更加的接近。同时你在沉思的过程中，宇宙也会提供你很多的资讯。很可能有些朋友你看这张牌，他在做什么？外面的天气是黑蒙蒙，正在下雨可是这个女生呢，她自己在冥想。她除了自己冥想之外呢，还有一杯热茶，这个是能量。还有她的身边有非常多的漂亮的盛开的花朵，代表说她的物质世界是丰盛的。为什么？因为她的心思意念是丰盛的，因此他的念头显化了他的实相，即使外在的环境好像不是这么的
晴朗跟明朗，它都可以在它的周遭去盛开出这样子的丰盛。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当你做了一些好像内在的清理，有关于金钱信念的清理整理，有关于家庭家人一些好像内部的纠葛矛盾，这些清理清扫这个过程你去做之后啊，有些问题可能会慢慢的浮现，一开始可能会觉得不大舒服，可是呢，我看到最终你们会找到一个和谐生活的方式。当你去面对问题，特别是面对那个你长久以来搁置的问题、搁置的念头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是有解决的方法的，其实你是有力量去克服的，你不必一直被困在你不喜欢的生活当中哦。有些朋友，我看见你们真的会经过好像一种修炼期、关闭期，或是在这个时间你比较少跟外界的互动，但是你们内在的心思意念的活动是非常活跃的。你去看见你的本质、你的核心，你是谁，还有你真正想要去追求的那个状态，很可能你们会发现说，旧有的生活你完全都不要了，你就是很想要翻开人生的一个新的篇章。好，你要成为 2.0 版本、3.0 版本的你自己。好，灵魂深处会有一个声音带领你去寻找你想要的生活。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非常非常的柔软，但是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柔软当中，它能够去适应各种的形状。你们的柔软很像水哦，它看似它看似是这种没有这种尖锐的角角，可是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它是能够去滴水穿石的。所以呢，这一组的朋友不要小看你对你自己说的话，还有你每一天写下的这个文字，传递出去的文字，它其实都在形塑着你的未来，你的心思意念都在形塑着你的未来。好，那这里还有一个讯息，就是这组的朋友啊，其实来到这个世界上，刚刚说过你们很独特，你们很高贵，这个是你们灵魂独有的一个颜色，独有的一个装饰的这个皇冠。其实我觉得你们内在是对于某件事情有热情，有爱心，有善心，就是可能特别某一个故事，某一个群体，它是会触动你的，你很愿意为了这样子的人群，或者说为了这样子的事件去发声，去发言。你们有属于自己很独特的色彩，同样的，你们也有很独特的一个赚钱的模式，就是每一个人赚钱的形式，可以得到财富的那个方式都不大一样。你们创造财富的方式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当你去了解好哪些事情让你感到自我有价值，哪些事情你做起来的时候不费力，而且是安稳的、开心的，其实你就可以找到你这个开源创造财富的方法。在现在啊，有很多很多的赚钱的模式，很可能你去开影片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广告告诉你说，你可以这样子赚钱，你可以那样子赚钱。也许你要去很多的新科技啊来到你的面前，告诉你说，你可以透过这些新的科技来帮助你赚钱。那这些新科技，每一个怎么说呢？每一个软体，它也都有属于它不同的一个属性族群，它使用的族群、黏着的这个族群、粉丝都不大一样。所以呢，其实你们可以去看这些细微的差别。好，究竟你使用什么样子的新科技来帮你赚钱，你会觉得比较舒服，或者是说你
不要使用新科技，对你来说是一个你比较能够去接受的方式。要看你们当下的这个能量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能量，同频共振。你们赚钱的方式也是，如果你一直去做一些跟你本质核心违背相反不同的事情，即使你赚了钱，你也会觉得很不开心。你好像会变成说，每一天你下班之后都要用很多的时间来去弥补上班的那个不开心的感觉。很可能你赚了钱，但是你赚了钱，这个钱是很不开心的，因此你这个钱又很容易的被花出去，因为你要花钱，你要去弥补这个难过、受创，或者说被剥削的这个心灵等等的。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将会找到一个符合你能量频率的一个赚钱的方式，它是适合你的方式。你用这样子的方式赚钱，会觉得很轻松，而且它也是可以走得长长久久的。你不会觉得说很不安全，你不会觉得说存不到钱，你也不会觉得说对自己没有自信。我看见的是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看我这边有金币的能量，还有这个皇室贵族的能量，大家不要担心哦。宇宙会给你很多丰盈跟丰盛的感觉，大家可以闭上眼睛去冥想，去观想，很多的钱流到你的身边，很多的机会流到你的身边，这些丰盛会吸引而来更多的丰盛。即使你们现在是在一个低潮低谷时期，大家也不要去设限说你自己就会永远待在这样子的一个低潮的状态。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人一直会停留在一个状态中不会改变。只要你愿意去前进，你就比昨天的自己更进步了一点点。而且当你跌倒的时候，你更可以从中去明白，究竟我之前跌倒是为了什么。有的时候很可能真的只是运气不好，有的时候很可能是你没有去把这件事情看清楚，你被别人骗了，或者是说你在某一个地方忽略了细节。当你去分清楚说哪些事情你是可以掌控的，哪些事情非你能够掌控的，当下一次再往前走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哪一条路是趋吉避凶的路，你可以去选择这样子的路。过去的那些损失都已经过了，好，你的损失在未来其实都可以加倍的赚回来。那些经验一定要从那些经验中去看见，去学习。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绝对可以去找回自己的力量，你们的力量是很强大的。那如果是单身的朋友啊，我觉得其实也许你们不会这么急于的想要去找一个伴。很多人也许你会去享受关于你的一个单身的生活。我看到是如果是单身的朋友，也许你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去触动你，让你觉得一个人也可以去把生活过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生活的多彩多姿，这种多彩多姿，非常的有营养。每一个人想要过得快乐的人生，他没有固定的流程，也没有固定的公式，只要是让你感觉顺畅顺流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都可以去体验。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有很丰富的一个物质生活，还有很丰盈的一个心灵的世界哦。好，很可能你会被你所爱的人包围，这个爱的人不一定是感情的对象，有可能是感情的对象，有可能不是但是你身边就会感觉到温暖的这种能量。它很可能是你的宠物，或者是说你喜欢的物品带给你的能量，也有可能是你每天吃的食物，或是大自然的花花草草，都有可能。好，你们会被爱的感觉包围。好，你会想要，因为你内心感觉到爱，你也会想要去创造出一个爱的空间，是自然而然的，就是你想要去把
自己得到的爱，然后再把这样子的爱去创造成一个好像保护伞，去保护周遭的一个人，周遭的你想要关注或者说你在乎的人。有些朋友，当你们就是特别是单身的朋友，当你们自己内在丰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会吸引跟你同频的灵魂来到你的这个小屋面前，想要看看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生活方式。你们可以选择邀请对方进来，也有可以选择在观望。我看到的是选择权跟主权在你们的身上。那如果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已经在感情中，或者说在家庭中，你有属于你自己的家庭的话，我看见你身边的人你身边的家人也会受到你的这种平静的爱的能量逐渐的扭转。很多人，我觉得你们会，就是说的那个话会比较少，很可能你过去比较急躁，比较焦躁，或者说常常会担忧很多事情，或者说常常会想要控制很多的事情，或者说去碎念，希望对方改变，怎么样。但因为接下来刚刚说过3到6个月这个时间，你们会花很多时间照顾自己，关注自己，也许你就没有那么多的心思意念去分神在关注其他人的一些琐事跟小事。当你真正的爱自己之后我看见其实你周遭的人他也会受到你的这个能量影响潜移默化的被你改变，因为你们很平静，你平静的这个能量也会影响你身边周遭的人。所以呢，这是一个联动连锁的反应，不只是你，还有你的家人，你原生家庭的可能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或者说如果你有自己建立家庭的话，你家庭中的这个宠物小孩或是你的另外一半，他们都会受到你爱的能量的影响。很多事情在小地方慢慢的开始改变，在有一些小细节上，你看到这个生活品质被提升了。你身边会吸引很多支持你的人，因为你们的能量场本身已经做了一个屏障，这个屏障同时也在筛选，让好的能量可以进来，不好的能量就隔绝在外。所以真正能够进入到你的这个能量圈中的人，绝对是支持你，绝对是爱你的。那如果你们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真的可以支持你跟爱你的人的这样子的能量，如果你觉得你是孤单的话，其实就是好好的享受这一段时间，跟自己连接，跟自己对话，然后每天早上也许为自己泡一杯你喜欢的这个饮料、咖啡或是什么样子的牛奶，让你觉得喝了之后呢，就觉得神清气爽，或是吃一些对身体有注意的食物，让你精神更好的一个食物有的时候完完全全放空，什么事情都不想也没有关系，可以给自己一段完完全全空白的时间，不要去看手机，不要去接收外在的资讯，就是你自己跟你自己对话，给自己空间去清理一些情绪，给自己一些空间，就是放空。有的时候在这样子放空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创意性的想法跟点子冒出来。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下面的牌卡。好，我们有2张牌，第一张是54号臭鼬的灵魂。好，第2张牌是40号老鼠的灵魂。你们都是非常灵动很可爱的这个小动物的能量那我们的54号牌一样它是一个臭鼬的灵魂，那它也是要提醒你要知道你的价值。你看这张牌刚好它上面这张牌是这个自我价值。这组的朋友宇宙在提醒你说，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价值，这个价值包含了你相信什么你的信念，你相信什么，支持什么，还有你珍惜什么。
你在人生中是否有展现出最真实的你自己的机会？哪一段时间你觉得是最真实、最放松的呢？你可以为你自己目前为止取得的那个成就感到自豪。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认同你的价值观，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同意你说的话，但这完全没有关系，你依然可以就是昂首阔步的去走。你不必寻求别人的认同跟认可，你不用每次都表现得很合群。好，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当你展现了你自己的正直的时候，其实别人更能够感受到你的真实性，而且很多人会因为你们的存在，你们的这样子的灵魂受到启发。做你自己，这组的朋友，宇宙告诉你说，做你自己，做你自己就是一个好像最好的礼物。你们有很多很棒的地方，你们有很多宇宙会想要给你鼓掌，会觉得你们应该要感到自豪，可是你们好像没有，就是宇宙看到你们很多很棒的，然后完成了这些事情，度过了这些困难，怎么你们没有觉得自己很棒呢？好，其实现在的这个模样就值得你好好的去珍惜，没有说你一定要在进行什么很大幅度的改变之后，或者说达到了什么样子的目标之后，才愿意相信自己是有价值，才愿意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其实现在这个模样就非常的好了。好，在你身边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收到一些杂音跟杂讯，或者说可能会听到一些你不是那么开心的话，其实那没有关系的，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有他内在的议题需要去解决。有的时候这个酸言酸语反映的不是他不喜欢你，而是他自己不喜欢他自己，他内在有一些议题要解决，而你可能就成为了一个代罪羔羊，就是他其实是指桑骂槐，它其实是内在有一些未解决的一个议题，然后呢，透过你这样去抒发，所以大家怎么说？有的时候可以一笑置之，或者说有的时候可以看一看，觉得去理解、去同情对方也可以，或者说你完全不要去看都可以。可能是你的闪耀，或者说你的这样子的处境，你的生活方式触发了他自己的一些嫉妒、羡慕，触发他一些自卑，或是其他样的情绪都有可能，没有关系哦。其实这些能量跟你无关哦，他的生气或者说他的这些愤怒也跟你无关哦。你们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大家真的要选择为自己发声，选择为自己站出来。有的时候必须要说出真相，记得你自己是谁，然后记得什么是对你真正重要的人事物。你要以符合你自己灵魂最高利益的方式，以及让你自己是最安心的方式去生活，安心正直的方式去生活。这样子持续去做之后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放松，非常的高兴。好像一张牌它是老鼠的灵魂。这张牌讲的是你要去专注一些微小的事情，专注一些细节小老鼠它对一些小细节其实是非常的留心的，所以这张牌在提醒你，我们有的时候要去注意一些细微之处，细微微小的地方，比如说你的遣词用字，也许差一点点，它其实它的这个隐含的内涵跟意义它是有差的，或者说在实现梦想的这个过程中，也许你做出了选择 A 选择跟 B 选择，在短时间内看起来没有什么样的差别，可是当你往前走了1公里2公里之后呢，这两条路会慢慢的分叉开来，越分越远。所以呢，你每个选择其实是
重要的，你的心思意念，你的起心动念其实是重要的。有些选择呢，它是短时间内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利益，可以解决你当下的问题，可是长时间下来，它很可能会去累积成更大的麻烦，或者是会去伤害你的身体，伤害你的性欲，伤害你就是的自我价值等等的。所以大家也要去看看，有时候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2种方式。第一个是它就像刚刚说的，短时间很快速可以解决，但是它是一个不牢靠的，它可能会留下一些隐患，或者是说有一些方式它是比较麻烦处理，就是需要花比较多时间，可是一旦做好之后，你之后就不用担心。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怎样子的方式比较适合你，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啊，也要留意一些小小的细节，以及你自己声音的一些细节。如果你感觉不对，花时间去倾听自己的感觉，好，花时间去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以及一些事情哦，就是一些事情好像你们长时间可能觉得它是小事，你很可能觉得这些东西不是很重要，可是日积月累，这些小事，这些小情绪，这些你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很可能最后日积月累之后，它就变成大事情，它就会变成影响你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还有就是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它们可能就是机会的所在，真相的所在，或是其实在这样子朴实无华的这个外表中，它内在其实会有很深层次的一个智慧。有的时候你们必须要重新的去思考，甚至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反过来想。那这张牌有一个讯息是，很可能有些朋友你是低估你自己了。好，你其实要去看见自己在很多地方的天赋跟价值，你其实是可以在细节中去创造出一些惊人的成果跟成就，你们是非常有潜质的。那如果这一组的朋友啊，你跟某一个人的关系断裂，你想要去修复，你想要去想方法解决的话，这张牌告诉你的讯息就是呢，你可以去做一些小小的举动，小小的举动其实有巨大的力量，它是可以去修复一段关系或是一个情况的。也许是你去跟对方说一句话，或者是说你在某一个情境下，你去做一些小小的研究，多收集一些资讯，你就会从中发现解决的方法。它不见得需要很大量的研究，或者说很大的一个精力跟精神，只要在细节做的恰当好处，只要在细节中去想一想，或者说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可能稍微留意遣词用字，稍微体贴一点，这段关系也许它就有翻转的机会，它就有继续走下去的可能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这张牌它是有关于可能一件事情或是一段关系的一个完结结束，把它合上之后呢，这个阶段的结束，再前往下一个阶段。也许你会觉得你想要去离开一段你觉得委曲求全的关系，或者说职场环境，或是某一个状况、某一个状态。好，你们会有机会跟一个人进行沟通，把埋藏在心里已久的话说出来。比如说你觉得你们的关系为什么不再那么的亲密了，也许你心中有一些混乱，但是没有关系，这个混乱终究会过去。这可能是你跟某一个人
的关系，你也许是想要结束，或者是这个结束不单单只是这种，有的人他确实可能是名分上的结束，男女朋友，或是说你们是夫妻关系的一个结束，有些朋友则是改变旧有的一个相处模式，也许你觉得旧有的相处模式走不下去，可是你们又还爱着这个人，你们又还对彼此有感情，因此是旧有的模式的一个完结，去展开新的模式。好，你们可以选择再给彼此一个机会，或者是可以去坦诚在这段关系内你感受到的疼痛。有些人我觉得你们会真的想要去离开跟结束一段关系，这样子的离开跟结束会有一些悲伤难过的部分，可是你自己也知道说，与其两个人或者说你继续待在这样子的环境中不快乐，好，何不如你真心去选择一个未来让你有机会去快乐的关系，或者说快乐的地方。所以呢，我看见你们会先去合上旧有的一个章节，然后再往前走。好，它可能是一段感情，或者说你现在的一个状态。这组牌真的有那种很强烈的觉得说你想要去，很可能你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告诉你说，现在这样子继续下去是不行的，现在这样子继续下去是行不通的，因此你就是非常想要去改变，你想要去跳脱出来，你想要去看一看未来还有什么样子的选择跟选项。你们绝对有自由选择跟自由发展的一个空间，你们不会一直陷在一个停滞不前的关系，一个停滞不前的状态中。事实上，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未来会有，我觉得非常多的机会，非常多令你开心的事情会发生。当你走出去，说当你改变了相处模式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也许新的这种对彼此的这个沟通对待的模式，或者说新的这个距离是更适合彼此的，新的这个亲密的关系的程度是更加让你觉得舒服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目的。有的时候你在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它是有原因，它是有目的的。很可能你遇到一个关系中你觉得不好的人，他其实是要来告诉你说，你要更加的去爱自己。有的时候呢，你遇到一个在生活好像处处跟你对抗，或者一直踩你底线的人，也许他要你学习的课题是，好，你究竟可能能不能跟这样子的人相处下去，有一些地方能不能够去跟他磨合，或者是说在这种情况是要怎么样子好，不牺牲自己的好像真实的想法的同时，又能够去包容对方呢？如果你非要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有没有方法让两个人都不要受到伤害呢？有的时候有些人来到你的生命中是有一些课题，有一些议题的，特别是在你最看不顺眼的地方，也许这个就是你可以去学习跟成长的一个契机哦。好，有些人是在关系中，特别是受到一个跟你差异性很大的人，就是被这样子的人所吸引，虽然差异性很大，但是你还是想要进入这样的关系，但也因为进入这样的关系之后，这个差异性成为你们好像进展过程中的一个难题，一个困扰。有的时候你会想说，这样子的关系究竟有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或者是说为什么会让你带来这么多的失望呢？好，
也许你跟对方在这一世的灵魂是要来一起约定帮助彼此成长的。当你们这个互相的这个业力完结之后呢，很可能这段关系会结束，或者是说你们会达成一个协议，要继续用新的模式走下去。所以我觉得这2张牌其实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有很多的事情如果说已经发生在你的生命中，它没有办法去扭转，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没有办法去扭转，那也许你可以静下心来去聆听，去思考说它来到你生命中的目的是什么。当你不逃避的去解决问题之后，我觉得你们会长出很多的智慧，因为你们有很大的一个重点是你内在的一个成长，智慧的一个获得，你获得这些智慧会自然而然的显化在外。所以大家不要看内在这个基础核心工程的改变会带来有多大的力量，当你内在的这个核心工程做好了之后呢，其实你讲出来的话，整个人散发的气质，以及你在做的选择，完全就不一样了。刚刚说过，你们有王公贵族，你们有这种高贵的能量在里面，你们非常的独一无二，你们非常的值得被珍惜。所以很多人，我觉得真的是从过去的课题中，你看见了你的价值，你看见你有多么的需要被好好的对待。也许你们过去一直都是想着能不能找一个人来疼爱我，把我捧在掌心中，那为什么你不先让自己戴上这个皇冠呢？你就有能力让自己戴上这个皇冠，你就有能力去好好的疼爱自己，好好的照顾自己。你的力量不再是向外求，而是你所想要的东西，你自己其实可以给你。所以我觉得这组牌有传达出很多很多的讯息，如果有对应到你们的生活的状态中的话，可以大家来去思考一下宇宙要给你们传达的一些建议，还有一些提点。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蜜雅，我的 B 站跟 YouTube 的名称都是蜜雅塔罗。下期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看的主题是属于你们的超强运，在哪一方面呢？即将要强势逆袭，以及你们即将要迎来的超级好消息。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牌卡哦。你们的这张牌是猫头鹰的精神哦。好，这张牌在说你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猫头鹰的牌卡来作为你们整体能量的一个连接，就是我觉得这一组朋友你们内在的智慧将被启发，还有你们敏锐的感官跟你内在的智慧会共同的去给你一些提点，告诉你一些讯息。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夜晚，猫头鹰也能够清楚的，它的视力能够清楚的看到很远的一个地方，能够接收到来自各方面的一个消息。所以呢，这张牌其实我觉得你们能够去得到一些讯息，这些讯息不是很显而易见的，也不是那种好像人云亦云的消息，别人可能没有察觉，别人可能没有发现，但是你就在这么一堆的杂讯，在这么一堆的声音中间呢，你发现了机会，你发现了利基，你发现了一些可以去获得财富的机会，你发现了你可以去发展的一个切入点，你所有的感官会被唤醒，因此你会拥有很多可以提供你使用的知识。当这些知识呈现在你面前，其实整个视野的清晰度就会来到，你看的不是一个片面，而是一个整体，你看的不是一个部分，而是一个大局你们内在的智慧将成为你的向导，你可以去分辨出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在这样子的讯息爆炸的时代，有很多的虚假的资讯，有很多的错误的讯息，一旦我们相信了，我们很可能就会
走到一条不知道被引导到哪里的一个路，很可能会离你当初想要去的地方越来越远。所以我看到的是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即将看见真相，在感情中看见一个真相，在人际中看见一个真相，以及你能够从看到这个真相之后下定决心去做一些决定。有些朋友，你的决定可能是要去撤退，回到你安全的一个巢穴；有些朋友，你可能看到真相之后，你会选择离开；有些朋友则是你去跟这个真相和平共存，因此你有点像是接受了现在的这个情形，然后照自己的步调再往前走。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宇宙给你们一些放飞跟放空的时刻，你们可以去休息，你可以在大自然中散步，甚至你可以在大自然中去选一棵你最喜欢的树，去躺在它旁边去拥抱它，或者是说你就是在这个溪流旁去聆听这个小溪潺潺的一个声音，或者是去闻一朵花香，花的芬芳。宇宙给你们这样子的一个悠闲空档的一个时刻，你可以去看着天空的云朵发呆。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空档是浪费时间，大家不要觉得它好像是一个没有用的。其实这个休息的片刻，这个喘息对你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对于你找回你内在的智慧也非常重要。而猫头鹰的灵魂也在提醒你说，当有些事情需要你们弄清楚的时候，它会去召唤你回来。过去很可能你在前进的时候，虽然你手中有地图，可是你身旁一片黑暗，你目光所及的地方只有你眼前脚下短短的几公尺，其他地方你是看不到的，你没有办法去理解你看不到的事情，看不到的一个世界，你甚至过去很可能会认为你看不到的就等于不存在，这个是有关于你们的认知。而现在猫头鹰的灵魂出现了，就是要拓展你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你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它可以实实在在的体会变化成一个真金白银。好，过去你很可能不知道，有的人其实用一个更聪明、更快速的方法在工作，有的人呢，他用一个更灵巧的方式，已经更有效率的方式赚钱，或者是说，有的人他其实是拥有非常美好和谐的家庭生活，或者是你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有的人正在过着你梦想的生活。但是很可能过去你不知道，你以为你只能好像过某一种形态的生活，只能遵循这个世界告诉你的这种一个样板，就是念书啊，然后去找工作，在一个大公司当一个员工，然后这样子慢慢的往上爬。好，其实很多人呢，他们的人生不一定是照着这个模板去走的。看到的是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认知边界会被拓展开来，你们会获得一个内在的成就、内在的成功哦。你选择去相信什么，你就会努力的去成就，努力的达成，因为你们开始把事情想清楚，你们开始把身边的一些关系去清理，去分门别类，并且真的为自己开始去做一些事情，做一些你真正想做的、真正想达成的事情，或者是说你想要去戒掉的一些坏习惯。我看到的是这组朋友在接下来的生活中，你会每一天都去做出一些改变，并且勇敢的去争取你所想要的、你所相信的。你们不再去抱怨，而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棒。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但是你们能够去想方法走出困境。随着时间的经过，随着这个猫头鹰灵魂的这个帮助的领导，它是以你们的向导，你的视野会产生质的改变。你呢，过去可能是靠着经验，靠着累积，让自己看得更高，看得更远。但是现在猫头鹰的灵魂，它像是你的向导，它是你的导师，它要帮助你打开你的眼前的这个黑暗的地方哦。好，它要去照耀你
曾经看不见，但是确实存在的路，它去扩大你的认知，扩大你的视野。当你的认知越强大，你就能够看得更高，飞得更远。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我看到的是你们会对于你的人生做出最明智的选择，这个选择是跟你的本心连接在一起的。你想要的生活是一个比较安逸的生活，还是比较突破性、比较挑战性的生活？你们必须要去想清楚，再往前走。与其你去赶进度，想要赶快看到结果，还不如先去想清楚，确认方向。你的方向比你前进的速度更加重要，因为如果你现在只是照着好这个社会所谓的成功样板，也许你到最后会发现，你拿到了那些成就，可是你心里不快乐，这个不是你要的，但是你的岁月就这样子白白的蹉跎了。所以呢，这张牌告诉大家，其实你们想清楚是很重要的，而且你会去看见你是有选择的，并不是每一个来到你生命中的人，这些机会你都需要去照单全收，你必须要去清楚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去筛选，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精力放在最想要的以及最可行的那个道路上。你们是带着清新的愿景跟蓝图前进的，同时呢，在前进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你们也一直不断的在调整，在校准，跟你内在的这个渴望对齐。你可以去看到你内心最深层次的一个需求跟渴望。好，接下来看到下面一张牌下面一张牌是重生这张牌在这个枯木天降甘霖，降在这个已经干枯的好像死掉的木头，这个树木小树木一样，既然这个好干枯的树木又重新活了过来，这个是我们过去想都没有想过的。天降甘霖在这个沙漠竟然有机会下雨降雨，在这个已经死去的已经残破不堪的这个木头这个小生命有机会重新的复苏。这张牌有很大的重新来过、重启人生的能量。不论你现在走到人生的哪一个关口，不论你现在年龄多大、几岁，或者说不论你过去是不是选错了专业、选错了情感的对象，你们都有机会重新来过，你都有机会重启人生。现在有第二次的机会，可能你过去认为已经终结、已经不可能的事情，它会重新被打开、重新被开启，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关系，它站在更真实、更强大的形式去恢复。很可能你过去认为说某一些经历它是一个损失，它是一个失败，现在这个损失跟失败将会被更好、更强大的能量所取代。而且第二次的重生宇宙是有跟你们做约定，是有保证的。这个重生它会以一个很奇妙的方式展开，你的愿望将会实现。你们有第二次的机会，你们有新的机会，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你们都有机会去改变结局。就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你们可以去断尾求生，你可以去重新过生活，你们身边会出现很多的证据，让你去相信，让你去感觉到你是被爱的，让你去看到过去的这个学习你是有所获得的，过去的那个困境你是可以去增长智慧的，从困难中你会产生一些理解，产生一些体悟。就像在冬眠中的种子一样，它不是不发芽，而是它在等待机会发芽。就像有一些观念，一开始你可能只是进到你的这个潜意识中，然后你还不知道怎么运用，可是有一天它会萌芽，它会进入到你的意识，这个一个新的观念萌芽，新的观念产生，你就成为一个新的人，你的人生就有一个新的起点，你就成为 2.0 3.0
版本的你自己。同时啊，这张牌也代表了你们的生命中会出现很多新的机遇，或者说新的桃花、新的人。这些机遇、这些桃花哦，绝对会比你们过去遇到的机会要好的更多更多。所以不要去为过去离散的、过去失散的那些损失，还有那些财务上的一个失败感到难过，不要困在过去，不要沉迷过去，也不要沉迷过去可能是你过去曾经很辉煌，你一直沉迷于那个辉煌，一直没有办法走出来。其实你们接下来会迎接更大的丰盛，因为确实你们正在重生，有一些东西确实要去放手，停止纠结。为什么？因为有更好的东西要来了，这是一个自然的循环。不适合你的，不服务于你的，或者说在你生命中已经不需要的东西、人、事物、能量，就让它走，让它随风而去。大家即将要重生了，很可能你们会从一个好像受困的人变成去引导他人的人。这边的能量是好，你们一开始是接受来自宇宙的帮助，而最后呢，你们从小树长成小树芽，长成大树，你们是可以去庇应别人，你们从困境中走出来，变成去引导别人、开导别人的这种老师、顾问，或者是说怎样子的精神能量都有可能。你们过去所遭遇的那些打击啊，不要觉得那个是很不堪回首，不要觉得那个是你的黑历史。我觉得你们会得到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就很像是醍醐灌顶，就很像是水滴滴在这个好树木干枯的根部上，去疗愈你，去抚慰你。它就很像是一个爱的能量注入到你的心中，让你很快的复苏起来。有的时候转念就在一瞬间，你真的相信你可以重生，你真的相信有那种很单纯的一个感情，你对于人啊可以重新恢复信任感，重新恢复连接。这个世界上有好人有坏人，可是因为你们有足够的智慧，你知道你能够辨别出哪一些人他是不会伤害你的。还有在未来，在工作，在这个生活，在求职上，我觉得都会有一个翻新的一页，都是值得大家去期待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哦。第二张牌是这个43号牌，深知哦。好，这个深知啊是来自于思考。好，你们去思考之后就会明白说你的生命中有哪些机会，以及你会去避开一些无谓的陷阱。有些东西它看似是好，它看似是这个好机会，其实它背后是一个很大的陷阱，金絮其外，败絮其内，或者它是一个包裹着糖衣的一个毒药。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很清晰的了解，很清晰的一个目标，知道说人生呢是要有选择的。当你选择了 A， 可能就是要放弃 B， 或者是说当你选择把时间投入在这个项目，就没有办法，或者说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心力去顾及其他的一个项目。所以呢，你选择什么，放弃什么，它最终会去形塑你的人生哦。如果你每一次都去做出对自己最好、最有利的一个选择，那么你终将会跟你的目标越来越靠近，你跟其他人的拉距也会越来越大。所以真的就是在每一天的细微的这个过程中，去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件事情。比如说你选择吃健康的食物，你选择在跟人际冲突的时候，用一个比较能够好像保全自己或是双赢的方式去应对。每一个选择都会让你更靠近，或是更背离你的这个目标，你的这个成功。而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会做出一个聪明的选择。你们不光光只是靠运气，还要靠的就是卓越的洞察力。你们有着第二层的思考，第二层的思考就是你们会比其他人思考的更深入、更复杂，考虑的更多，
可能你身边的其他人只考虑好单纯的现在还有短时间的影响，而你们呢考虑的会更多，以及你们会考虑其他人的一个考虑。好，你们去理解大家对这件事情的共识之后，我觉得你们会基于这个共识产生一个新的想法。也许你身边的人都倾向去找一个简单的公式去套用，或者是说去找一些容易找到的一个解答，他们很可能都会用同样的思考模式去推演出同样的一个结果，得到同样的一个答案。而你们呢，我觉得你们的卓越的思考带来卓越的一个成果跟成就。好，有些思考是就是系统，就是这种系统一，人的这个思考分成系统一跟系统二。系统一它是一个反射性的直觉性的思考，系统二则是一个经过理性的分析给出来的答案。而你们呢，今天呢，我觉得宇宙给你们加强的就是系统二的这个思考哦。直觉呢，可以帮助你省下很多的力气，不动脑就可以去做一些反射性的一个动作，完成一些事情。可是呢，系统二它才可以帮助你在最困难的事情，帮助你去避开一些直觉的陷阱，变成一个更有智慧的人。所以我看见你们会慢慢的去思考，而且更有计划的去考量一些事情，破除很多过去你想不通的这些思考上的盲点跟误区。所以接下来你们在下决定判断，就是说要不要去进入这家公司，要不要接受这样子的机会，要不要跟这个人发展一段关系，要不要去跟这个人合伙等等的，我觉得你们都会去用你的这个思考逻辑去下对你们最有利的一个决定。好，接下来这张牌它是一个优势，一个贵人的一张牌哦。你们的生命中接下来会出现的一个就是帮助你的人，他会借他的肩膀来帮助你往上爬，他会提供你一些重要的讯息哦。因此你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占有了一个很大的优势。我看到未来的你们已经不是在单打独斗的一个阶段了，在你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中，会有人出来帮你，会有人出来提拔你提携你，可能是在工作上赏识你的人，或者是说在生活中你的好队友好伙伴，以及在日常这些运行的过程中，有哪一些地方会有人出现来帮助你增强运行的更加完美。所以呢，我看到你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会提升，也许有些朋友会创立属于自己的团队，或者是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你们拥有同样的兴趣，都喜欢学习，或者说都喜欢一起出去玩，然后可以一起谈心等等的，你们在一起就可以获得充电的能量，他们会去支持你，然后你也可以去在这个团体中去奉献出你的这个一己之力，所以它是一个成长性的一个团体。那我觉得更多看到的是贵人的能量哦，很可能是曾经指导过你的教授，或者说顾问，或者是你工作上的一个前辈，他可以帮助你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也许他是一个在网络上你关注的一个博主，或者是说你觉得他分享的这个讯息你是非常认同的，你去请教他，然后很可能他就给你回信，去回答你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你们会得到很优质的这个资讯，这个资讯有助于你达到一个繁荣的位置，而过去你的努力也会让你有所进展，你会到达今天这个成长的地步，会有人愿意借他的肩膀来帮助你，确实是因为你们过去一直以来的这个努力，一直以来的不放弃。所以呢，我觉得你们会因为贵人的出现，因为关键人物的出现，让你朝着你的梦想更往前跨进一步。也许有些朋友的梦想是我可以找到我心爱的对象，很可能有一个媒人，就是你的朋友就出现了，他
把双方他这边有一个好朋友觉得很不错很适合你，就把他介绍给你，有一个这样子的贵人，这样子的媒人帮你去连接成一个善缘。所以呢，只要你相信，其实你所期待的事情就会出现。你们不用觉得说在这个世界你是孤零零的，你不用觉得说在这个世界你必须要单打独斗，你必须要把所有的重担都一个人扛在肩上，其实不需要的。这张牌卡就是让其他人来帮助你。有的时候我们在接受帮助的时候，代表我们要去承认一件事情，承认我们是弱小的，承认我们是脆弱的，承认我们是不足的。如果你太过骄傲，你是没有办法去接受别人的帮助的。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有的时候呢，放下一些自己的骄傲，去接受别人的帮助跟建议，其实你会惊讶的发现，你的脚步进展的更快。然后还有这2张牌结合起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会得到的这个贵人，他是一个真的贵人，他不是一个假的贵人。所谓假的贵人，就是说，他来到你身边，好像来是可以帮助你的，他会以贵人的口吻来指导你，然后告诉你说应该怎么做。但其实呢，这个人他是有目的的，他其实是想要在你身上获得更多的利益。就是你跟这样子的假贵人来往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情面一点一点的放弃自己的筹码，一点一点的就是把自己的优势给对方，直到说对方去取得你身上所有的利益之后，他可能就会离开。这个是假贵人，而你们今天遇到的是真贵人。真贵人就是他是真的要来帮助你的，他不是要来好像欺骗你或是取得你身上什么样子的东西，他真的就是帮助你之后他就离开了，他就是载你渡河，有点像是摆渡人，你没有办法渡过的这条河，他今天来提点你，帮助你，他帮助你之后他就离开了。很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没有要去跟你要求什么，没有要去好像一定要你去回报他什么。好，那这几张牌的能量其实也在告诉大家说，你能否去达到你最终的目标，其实就看你的内心。你的内心对于这件事情有多渴望，只要你足够渴望想要去成就一件事情，外在的困难将不再是困难，你会有各种方法去达到你想要的一个目标。而且你会你们前期就是会认真的去思考，你究竟有多想要，以及你要怎么样子计划去达到。一旦你知道你自己为什么而活，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你就会豁然开朗。好，接下来下面一张牌是你的高我，跟你的高我做连结哦。你们拥有直觉，这个直觉允许你跟圣灵进行直接的对话。有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些好像超自然的能力跟能量去引导你自己的旅程。你会有能力在各个好像片段中，各个资讯中去拼凑，去找到，比如说人生拼图中最缺失那个重要的关键是什么。而你建立的这个深厚的知识体系，也可以使你打开任何你想要通往的这个智慧之门。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好，直觉力被打开了，再加上你们的逻辑理性的这个思考，两者结合，你们真的是会把事情看得很清晰明白透彻，没有人可以骗你，甚至你还可以去指出别人思考上的一个盲点。你们已经站在完全不一样的水平了。还有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的命运会改变，这个改运跟这个转运来自于你心性的转变，你个性的转变哦。有的时候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不用老师就是一直想说我的幸福一定要有什么样子的标准配备，要拥有那些才获得幸福。或者是说你们会
特别想要去追求某一个是完美人生、样板人生。如果生活中有哪里不满意，好像就过得不好。我觉得接下来是，你们会去，过去啊，如果你有一些傲慢，或者是说在待人接物上有一些想要把别人往外推的能量，这样子的能量，不管是出于自卑或是自傲，就是想要把别人往外推这样子的能量我觉得它会慢慢的被消融。因为接下来我看到你们是非常有自信的，你们非常有自信，然后也收敛了一些脾气，你们不再把别人的这个好像付出啊，只是单纯的接受，或者是说觉得是理所当然。我看见你们这个感恩的心会使你聚集，会让你去聚集更多的贵人。其实我觉得你们过去就是那种有在体察到身边的人有怎么说呢？你今天成就今天你这个样子，其实不单单是靠你自己，是多多少少有很多的人去帮助你，去在各个地方去协助你。比如说你每一天可以搭公车，是有这个公车司机在开车，或者是说有人去维修等等，有人去架一个这样子的网络体系，这个系统等等，让你可以去上网等等。就是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其实你们明白，只是过去啊生活中太多琐碎的事情，太多的压力，让你可能没有好好的机会去感恩，去说爱，去道谢，去把你的这些爱、感恩还有这个谢谢的这种心意去释放出来。但是接下来我看到就是你们因为已经看透了很多的事情，看清楚了很多的剧本，因此接下来你们会对于自己的一个念头有更多的自我察觉跟关照，以及你的这个情绪，这些情绪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好的念头？为什么有的时候会胡思乱想、钻牛角尖等等？你们会开始意识到自己各式各样的念头。这个念头，光是意识到这些念头的产生就很重要。我看见你们会慢慢的进行自我修炼跟自我改善。好，当这些比较不好、稍微不好的习性、脾气被修正之后，其实好运自然而然的就会来到。还有，如果你们过去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上有一些紧张，或者说你有一些害怕，不想要去面对人，或是常常在跟人与人的互动，你觉得你是吃亏的，你觉得你是很有压力的，这个接下来的能量也将被这个自信取代。有些人呢，如果你不想包容他的一些无理，其实你很清楚的知道你有选择，你可以敬而远之，你不见得要去因为这个人影响你的心情，影响你开心的一天，没有必要为了这种人生气，对不对？我觉得你们更加的能够去掌握到底谁是重要的，不要让不重要的人事物来影响你的生活。好，这组的朋友，你们会有自己的一个方式来去应对，来去调试生命中的一个高潮起伏，并且集中精力去完成你人生中该做的事情，依靠你自己去理解一切可以去理解的事情。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我看到你们正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有自信。很多的时候你会在不知不觉中就发现你已经上升到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高度了。当你再去回顾你过去的这些生命的经验、这些故事的时候，其实你会慢慢的去理解、去察觉隐藏在其中的一些心意、礼物跟祝福。很可能你会发现，原来过去那一段时间那个人对你说的话是有什么意涵的。原来过去曾经有一个人，他是这么的爱你，这么的珍惜你，或者是说原来你过去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的观念
是错误的，你可能误解了某一个人，或者是说某一个这种方法、手段、谋略等等，你可能一直都觉得哦，这个东西是很恐怖的，而其实它有它的两面性。有的时候恐惧是来自于自己对这个事情、这个手段、这个方式、这个策略的不了解。一旦你了解了之后，你会发现，哎，你对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人事物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好，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牌。你们会走到一条荣誉的一个道路上哦。很可能最后啊，就是你会去在舞台，这组朋友，你们会在舞台上接受表扬。有些朋友看到的是你完成你人生中的里程碑，可能你买了属于你自己的房子，你把它装潢成你喜欢的样子，或者是说，哎，你在业务上获得很大的一个成就，你接受表扬。也有的朋友，你很可能是好在公司累积了一定的年资之后，接受了什么样子的好奖牌奖赏，或者是说你们有一个外派的机会，人生可以好像重新的去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地方生活。好，在这个荣誉的道路上，也有的人我读到的是，哎，你出版了你自己的作品，你的作品、你的努力、你的成果被看见，或者说你经营的这个自媒体流量爆红，你增加了很多的追踪者，很多的粉丝。你们好，过去的这些辛酸纠结、努力跟这种鬼打墙的状态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接下来你会非常开心、非常有自信的站在舞台上，展现你自己的一个魅力。你们的状态变得越来越好，一天比一天更好。同时啊，你也可以更加的容易吸引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一个帮助、一个助缘、一个财运、一个好运。就是因为你本身很好，能量状态很好，所以更多的好运就会向你汇集而来。所以呢，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真的是未来可期。这个是一个迷宫哦，在黑暗的不知道怎么走的这个念头中，这个人他在前方哦，他只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他有一点好像面临了一个人生上的一个卡关，以及一个大迷宫。这个迷宫看不到出口，看不到方向。有些朋友，你们过去是在追求财富的这个过程中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达到自己想要累积的资产，或者是说有些人你可能在感情中一直都是跌跌撞撞，也有的朋友你是去承接你的家族家庭给你的一个要求，你去承接你的家业，可是你觉得面前好像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巨浪向你袭来，你不知道你办不办得到。或者是说有些朋友过去很可能你真的是被迫没有选择，被困在某一个地方。那现在呢，我看到你们因为已经累积了更多的实力，更多的底气，你们变得更强大，你们不用再去好像再去走这个迷宫因为你们一开始的能量就是猫头鹰，你可以有翅膀。好，当你张开翅膀飞到天空中的时候，其实这个出口的路径就非常的一目了然。你们能够运用你手边有的资源去做一个取舍，去做一个判断。我觉得你们会更加的保护自己的时间，保护自己的精力。你知道有些东西你需要去放手。好，有些东西不是别人跟你求救你就必须要给，因为你必须要先照顾好自己，你要先去让自己有时间休息，你要让自己有余裕，才能够去帮助别人。不然的话，很可能自己的精力会被消耗殆尽。有些朋友，我觉得知道这一组的朋友，很可能你们过去真的是就是无怨无悔的为你的家庭或者说你的手足付出，去帮助家庭成员解决一些困难，或者是说在公司中你很容易就是会
去担一些不属于你的一个责任，然后最后功劳又被别人抢走等等的。我看见也许过去你内心会有这样子的能量，就是你明明想要当一个好人，可是当好人的时候，却又发现自己是人善被人欺，你又觉得说啊，好像为什么每一次明明是出于善意，最后却得不到好的结果。宇宙会让你去知道，你的善良要有锋芒，你的这个好啊，你的这个善行啊，要有底线，才不会被别人去侵犯你的界限，才不会被别人予取予求，才不会软土生绝。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事情你想清楚之后，你真的就会豁然开朗。好，接下来呢，这是一个笑容满面的男人，他在跟你签约很可能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合约一个合作的决定。好，很可能是一个就是出版社跟你签约要出书了，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的艺术的成果要去发表等等。然后也有的朋友看到这是一个法律上的文件，法律上的一个书约，很可能你的官司获得一个好结果，你是很开心的，或者是说你在这个这种有的人可能是你在处理有关于离婚的这种官司，你可以去拿到好属于你应得的，属于你比你原本想的更好的，可能会有一个这个法律专才的人帮你去争取一些你的一个利益那还有的朋友我看到他可能是一个公司的合约，邀请你进入到梦想中的公司，进入到你想要去的机会。那也有的朋友看到这个是通过一个升职的考试，或者说你获得了什么样子的资格，什么样子的就是通过这个考试之后，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某种从业的资格，你就拥有什么样子的证明等等的。好，那少部分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合约它是一个浪漫的合约，它是一个要把你锁住的爱情合约好，一个人他正在去向你请求，向你求婚，这样子的能量是有可能的接下来它是一个很创意性的这个结果努力的一个产生这边有这个小提琴啊，然后海洋沙滩，还有一个画板，好，一张空白的纸，下面有一些书，还有相机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会有这种艺术上的创造，很可能是拍照、写作、绘画，或者什么样子的创作，音乐的创作，或者是说，你喜欢画图等等的，你会运用这个新的这个 AI 的科技来帮助你成果的展现跟成果的发表都有可能。我觉得如果你们是从事这种创作性的工作，或是你的工作需要拥有很多的这种独特性的产出的话，这张牌有很多很好的能量缪斯女神降临来到你的生命中。好，下一张牌呢是一个你们的转变，你们的转型的过程好，这个女生呢，她好像是拿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证明文件、毕业证书，她在桥的另外一端，接下来要通往一个新的世界。你们已经跟过去的世界告别了，有一些议题你们已经修完了那个功课，因此你可以朝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前进有些朋友也许你在你也许在现在这个环境，或者说现在这个关系，也许曾经是你梦寐以求的，可是因为随着时间有一些东西改变了，也许是你改变了，也许是对方改变了，也许是环境改变了，很可能曾经是你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是你现在已经待不下去了，已经不想要待了，但是你可能又会不知道说，如果我不待在这里，我还可以跑到哪里去呢？这张牌就是告诉你们说，你们是有选择的你们如果现在的心境已经有所改变了，你们可以为人生再做出重新的评估跟重新的选择。比如说在公司你们可以选择一个转型，这个转型包含了向内去做转型跟向外去做转型。向内去做转型，也许你就是到了一个可能你自己去申请，或者说你被贵人提拔都有可能，你可能到了一个新的
组织新的环境，然后拥有新的机会，你去打拼，你可以再度证明这个是属于你的荣耀，你再次可以回到这个宝座，再次可以得到掌声，你再次可以在公司中去取得那个名声名誉，去取得那个荣誉感。有些朋友是这样子的，那有些朋友也许你就是想说，我要跳脱出来，我往外去寻找，我去离开原有的组织，我另辟蹊径，另辟一条路，自己开始创业，自己开始做生意，或者说自己开始进行一些投资等等的。所以有些朋友啊，我觉得对于你的人生啊，你们真的是有很多的走向，向外转向内转都可以，所以不设限的去看，这个就是宇宙给你的一个讯息。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对应到大家的能量。我是米娅，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你在哪一方面即将强势的逆转，你会迎来什么样子的好消息，有什么样子的好事要发生哦。好，首先呢，我们来帮第三组的朋友对应一下你们过去到现在的一个状况哦。好，第一张牌看到的是在人群中，好 ，solitary， 好，这组的朋友啊，从你们的能量上看起来哦，我觉得其实过去的1年到2年的时间哦，可能你们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而忙，就是在人群中庸庸入入的，好像每一天循环往复的这一个生活，你是被推着前进的，你不得不做，你非常的辛苦，你有很多事情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有的时候你们在通勤、上学、上班的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感觉到很疲惫，感觉到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忙碌，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何去何从。就是虽然你在前进，可是你心里还是有焦虑的。很多朋友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哦，很可能你心中有想要去离开某一个处境、某一个环境的念头，可能是离开你待了很久的公司，你想要转换跑道，而这个前进的过程中，你内心其实是有一些恐惧，你有一些思想、思绪跟情绪上的冲突，或者是说有一些朋友，你可能下定决心要去断舍离一段长期的关系，你觉得说就是没有办法在这段关系中继续的得到滋养，或是说你看不见彼此有一个清晰的未来，你觉得失望，因此你可能要走。有些朋友则是你们想要去重新的回学校进修，很可能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要做出这样子的决定，真的是需要勇气，你需要跳脱出来去看看这个世界，你想要做，但同时你内心又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很多的不确定感。那我还看到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在心态上，在心情上是感觉到很孤单、很孤独的。可能呢，在感情中，在人际关系中，有人让你失望了，或者是说你付出的爱得不到回报，得不到期待，好像是你一个人苦苦的单相思，在单恋，或者是你们可能投入了很久的一个公司啊，你就是觉得说自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最后的好处没有分给到自己身上，或是有些朋友可能还被恶意的资遣，或是被这种斗争连累到，所以我觉得你们心情上、心态上是
很孤单的，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甚至有些人你可能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就是放声大哭，有很多的情绪流泻出来，你不知道要跟谁去说。有些人你真的是在感情上受了很难过的一个伤害，你心爱的人离开你，或者是说外在环境的一个巨变，你本来以为照着你原本的计划，你原本的努力可以到达某一个地方，可是真的是突如其来的一个转折发生在你身上，以至于现实呈现出来的样子跟你原本心中期待的计划的是有落差，是有差距的，你们内心感到很孤独，很沮丧，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再走下去。那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去回味过去啊，曾经有过美好的时刻，曾经你有过笑容的时刻，开心的时刻，点点滴滴，你可能想要回到你人生当中的某一个阶段，无忧无虑的当下。当时呢，生命中可能有你所爱的人，你的宠物陪伴着你，或者是说当时你的眼神很清澈，你对于未来怀抱着很多的梦想，你可能想要回到那个时候那样子的心境。而随着时间随着外在环境就是你们有一种被淹没在人群中，就是你在人群中大家前进，你就被推着前进的感觉，没有选择，你必须这么做，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好，你要去完成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去出门，你可能要去上班，你可能要去接送你的亲人，或者说你必须要去跟什么样子的客户见面等等的，好，你必须要去做这些事情。但我感觉到更多是被迫的，就是当下你已经在了这个角色中，好，你就必须要做这些事情。好，你身边可能有好多的人，但是就你而言，你是看不见那些人的脸孔。对你来说，每一个人每一张脸好像都一样，就是在你旁边都是陌生人。虽然你被很多人围绕，很多人在旁边叽叽喳喳在讲话，但你们的心是孤独的。这个是我读到的第3组朋友，你们的能量的这个情绪是比较浓烈的，比较重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即将面临的一个转变会是什么。好，这2张牌很棒。我觉得接下来你们会开始找回自己的力量，生命中有很多的小确幸即将要发生。好，接下来呢，我们的下面一张牌我们下面的一张牌是这个太阳花向日葵向着阳光的方向。哇这个是你们的整体的主体的能量，就是太阳光我看见你们的能量就好像重新获得新生如果你过去是蛰伏在土壤中的这个种子的话，你接下来要破土而出，要看见新的阳光。接下来你们要羽化成蝶，重获新生，重新的展开翅膀。基本上我觉得你们要做的事情都会非常的顺利。比如说有些朋友，如果你是自己在接案，在做工作室的话，会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客户想要来找你。那有些朋友你在自己的品牌的建立，或者说在工作上，你会找到跟你合得来的这个伙伴。有的时候在工作上的人和其实很重要不单单只是工作能力的问题。如果你遇到一个赏识你的老板，或者是说你跟他的观念理念很合，其实你会做得很愉快，很顺心。那相反的如果说今天呢这个老板或者说你的上司跟你的方向就是不同，或者是他看不见你的好，即使这个工作
薪水不错，或者是说福利不错，你可能心情也会是有郁闷的。所以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啊，整体而言哦，你们接下来的3到6个月会朝着比较充实、比较快乐的方向前进，而且我看到你们在行动上是非常非常积极的。你们有机会去遇见，在感情上，我觉得你们会遇见你的这种小太阳，温暖你的人。很可能，如果你们是单身的话，你们就会即将要遇见，或者说已经遇见一个，你想要跟他有个家，就是你想要定下来，不单单只是你要跟他谈一场恋爱，而是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就会想说，我想要因为这个人，我想要跟他在一起，然后你可能心中会有一个想要买房子的念头，因为这边有土的能量出现，也许因为出现了某个人，你想要跟他有个家，然后心中开始计划要怎么样子去拥有自己的房子。有些朋友则是我看见你们在自己的这种存款，在这个金钱方面的这个想法会更加的积极，会更加的正向。比如说你过去可能会觉得你在金钱上是匮乏的，或者是说你不知道花钱花到哪里去。那接下来你们很可能会找一段时间去盘点自己现在的资产，去看一下你现在的收支状况，你的流出跟流入，并且对于你好的一个理财啊的财务啊，做一个比较积极的整顿。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当你去面对，当你去看的时候，你心中的恐惧，你心中的担忧就会慢慢的减少。相反的，你会有更多的实际的具体的行动跟计划去取代内心的担忧。好，有些朋友，如果你们过去就是同时间去要做很多的工作，可能你要去进修，你要写论文，然后同时又要照顾家庭，有很多事情去忙的话，我在这边看到的反而是越是在这个急迫或者说很压力的情况下，反而可以去激起你们的那个能力有点像是不到紧要关头不发挥的这个能力，就是越是情况看似很危急，或者说看似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你们的能力一下子就爆发出来，短时间就能够完成很多的事情。很可能如果它的期限给你非常的长1年好了，也许你就是做的超级慢。而现在呢，在这个比较好像效期比较短的时间内，我看见你们真的是就是激发出内心最大的潜力，然后你完成之后都觉得哇超级有成就感，没想到我竟然可以短时间内完成这么多的事情。好，我们的下一张牌下一张牌是公鸡公鸡每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听到这种公鸡的一个叫声，它在唤醒你。所以这张牌的能量跟前面这张牌也是非常积极非常落地的一个能量。公鸡它在说什么呢？我觉得接下来你们的每一天开始的时候，你都会带着一个很积极很热情充满希望的态度去迎接。你过去很可能是在这种人群中被推着走，然后很盲目的，好，老板叫我做什么就做，然后今天学校给我什么任务就做，或者说好，家庭中有什么我必须要去承担的我就去承担。可是你的心其实是没有热情的，你的心其实是就是有点漫无目的的，不知道说自己做这些事情究竟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可是接下来这张公鸡的牌是我看到你们会开始有意识的选择你真心想要做的事情，你们的心态会发生一个很积极正向的改变。好，你会明白说有一些人他跟你讲的事情你也不见得一定要照着做，因为也没有道理，而且这件事情你不照着做也不会去损害你一分一毛，就是也不会去造成你实质上的一个危害，所以它就只是一个利益，就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转变。
好，你们会去看破很多事情的真相，就像这个公鸡一样，很大声的唤醒你，很大声的去摇醒你，告诉你说，哦，原来你不必去听信这个人的谎言，原来这个人讲话不是这么的真诚，以及我看见对于很多过去你们视为是问题，或者说视为是挑战的东西，当你实际去着手去做、去承担之后啊，其实你会发现，你是可以一步一步把它拆解，然后想办法去突破、去完成的。好，另外我在这边还看到是有些朋友，你们的积极是来自于在人际关系上的一个积极。很多人，你们可能有一些话，你是不是埋藏在心里很久？你想要去跟某一个人去倾诉你的心意，或者是说，对方之前曾经问你，可是你没有回应，因为你可能还在有一些考虑。你现在好愿意主动的、勇敢的给对方一个回应，或是有一些朋友过去你们的家庭和你们的人际关系中有一些纠结，你想要去跟一个你很重要、很在乎的人和好，你去跟他做一个破冰，或者说做一个开场。有些朋友则是我看见你们会很积极的去学习，去看一看，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们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生存，在工作，或者说在提升。我觉得你们会进入到一个很积极的一个能量圈，很可能你们会去参加什么学习小组、读书会，或者是什么研讨会、座谈会等等的。你想要去更加的去取得某一个方面的专业，你觉得很有兴趣，也许你们会去筹办一些活动，开办一些讲座等等，或者说在网络上去传递一个一直以来你很关注的理念。有些朋友我看到，也许你们会去帮忙别人，像是无条件的一个帮忙，比如说做义工，或者是说你会把你赚来的金钱用在捐款到你关注的小动物、关注的一些社福啊、弱势群体上面，你怎么样子去选择你金钱的分配，其实就是在为你自己的未来投票。你今天把这个金钱然后捐给比如说小动物啊，关怀小动物的这个团体，其实就是在为小动物的未来尽一份心力，也是你自己对你的未来主动积极关心做一个选择。所以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你很大的一个生活的重点重心会是在你关注的事情上，你有兴趣的事情上，你做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热血。好，过去你们是有一种真心换绝情，或者说过去你有一种别人都不懂你的这一种情绪，这种心情在蔓延。也许呢，你接下来会想要去主动的拒绝，就是你觉得不合理，因此你就去拒绝，或是你去讲一些是怎么说呢？你是对的，你愿意去为自己跳出来讲一些可能别人过去都不敢讲的一些话。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是愿意去在某些议题上发言发声，不管是主动的面对面的，或者是在网络上去为你想要去在乎的议题或是什么样子的观念去传递理念，去写文章等等的都有可能。还有过去那一种比较纠结啊、焦虑啊，还有那种鬼打墙的能量已经要过去了，真的就慢慢的释放了。接下来你们是完完全全的被这个阳光还有攻击的这个能量唤醒，然后你们可能会想要再一次的去谈恋爱，再一次的去信任别人，再一次的跟这个世界连结。好，接下来再看一下下面的牌。好，这张牌呢是它有一个露营的能量，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很可能会去尝试一些这种
不是这么怎么说呢？有些活动是你很优雅的，然后很轻松的，然后很像是穿着美美的去拍照。那我觉得你们接下来有点像是你会玩得很疯，玩得很像孩子，玩得不顾形象。你很可能会去亲近大自然，去摸摸土地，或者是说你会去看山看海看风景啊，你去滑雪，然后你去，也许有些朋友你真的是去那种比较像是沙漠，或者是说去攀爬一个什么样子的高山，也许有些朋友你去潜水等等的，我会觉得它是一个需要去很亲身的去体验的，不是那种只在饭店里然后吃着这种优雅下午茶的这种感觉，而是我觉得你们是会好像很真实的跟这个世界做连结哦。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是自助旅行，然后在旅行的过程中遇到好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或是有些朋友你们真的就是出国去看看，在新的地方生活。好，这张牌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很可能你们会认识一群人，这一群人呢，你们是某一个机缘巧合上跟他们做连接，然后他们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他们带着他们共同的故事。你觉得在听他们的故事，在听他们的分享的同时，你内心好像也获得了一个力量。还有我看到的是你们的生命中会出现一些善良的人，这些人他会愿意坐下来听你说话，而且不批判你哦。很可能你们有某一些想法是跟这个世俗不一样的，很可能有些朋友你们会觉得说你是一个不结婚也可以啊，为什么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要结婚呢？或者是说你们想要的是一段开放性式的关系，可能你们在你们的生命中，在你们的周围找不到跟你有相同理念的人，可是我看到这一个帐篷里面，就是你们即将要遇到的这个群体哦，会有很多的人让你放胆的去说，放胆的去想，还有就是在你们人生中，有的时候不是这么美丽，不是这么光鲜亮丽的时刻，他们会愿意站在你身边支持你，帮助你。很可能这个帮助只是很简单的，好在网络上去问一句你好吗，或者是说传一些话鼓励你。可是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就很像是及时雨，让你干枯的这个心灵得到了帮助，或者是说在你工作卡关的时候，在你工作低潮的时候，默默的拍拍你的肩膀，或是给你递一块这个小饼干，然后告诉你说先吃这个点心啊，休息一下等等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安慰，简单的一个帮助，你们其实内心就会感受到善意，这边有这样子的能量哦。好，你们会遇到一群，我觉得应该不止一个，能够去倾听，能够去跟你分享共同支持的人，还有的人可能会受到这些朋友具体的帮助，具体的一个牵引，而得到了什么样子的工作机会都有可能。好，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牌哦。哇，这张牌也是一个太阳的能量哦。这张牌在说什么？他说将太阳重新画回你的天空。这一组的朋友这张牌其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内在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你有能力去完成你自己的梦想，你有能力去找到你生命中的平静跟和谐。就算曾经有过暴风雨，就算曾经有过这种灵魂暗夜又怎么样呢？你们最后都能够重新把太阳画回你的天空，你本身就是阳光的所在，你不需要依赖别人来获得快乐。如果我们去过度依赖一个人，过度依赖别人，攻击我们情绪，攻击我们金钱，攻击我们快乐的话，当这个人离开了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世界就坍塌了呢？而这张牌告诉大家的是，其实你们接下来将不依靠别人，
来让你感到快乐或是满足，而你们依靠的是你自己，你会花时间在你身上，你会花时间去做你喜欢的事情，你会花时间去找到跟自己一个开心和谐相处的方法，你会知道你如何一个人还过得很幸福，不管有伴也好，没有伴也好，你们都是能够独处的，你都是能够在这样子一个人的世界中，一个人的情境中去找到持久的幸福跟快乐。好，接下来呢，再看到39号牌，39号牌是雨滴哦。这一组的朋友啊，很可能你们过去是待在一个安稳的这种房子或安稳的一个公司里，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或者说在那个环境看似安稳，其实你很不开心，或者是说在那样子的环境中有人对你不好，或是你找不到一个你继续待在这里的理由，可能是因为你自己厌倦了，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总之呢，我觉得你们会有一种想要冒险的心态，即使外面下着雨，你还是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样子的可能，你还是想要去做一做你内心，就是追随你内心的热情，去看一看好新的道路有没有办法实现呢？在你愿意勇敢的踏出去的时候，虽然外面还下着雨，但我看见会有人来走到你身旁为你撑伞。好，这样子的能量，就是不管你目前看起来前景，你想要做的事情前景有多么的模糊，有多么的不明确，有多么的可怕，你们还是往前走了，而在往前走的这个路途中，有人会愿意陪你走一段路，这个人是你们的贵人哦，这个贵人很可能是你一个合作伙伴，这个合作伙伴特别的欣赏你，他想要跟你在这个事业上共同的打拼，共同的努力，或者是说我看到很可能这个人他是拥有什么样子的专业专才，他可以去帮助你，也许你是想要去这个就是有关于法律的问题，或者说你想要做一些有关于转职的问题，也许你们是想要去投入不同的领域，也许是这种工程资讯领域的话，好，这个人呢很可能他就是拥有工程资讯领域的背景，然后他也是经过有这种转职的经验，他会来告诉你接下来应该怎么走。那有些朋友我看到的是，也许你们想要去参加一个考试，获得什么样子的资格，这个人呢很可能就是已经通过考试，已经获得资格的人，他会来帮助你，协助你，告诉你说有什么关键的地方需要去注意。好，这个人啊，这个贵人，我觉得他是年纪比你们稍长一点，或者说在某些事情上他是比你成熟，比你有经验的，你走过的路他也走过了，而你们相处起来很像是朋友，反而没有那种上对下的一个阶级感，对方很愿意无条件真诚的跟你分享这一路以来的一个心路历程。好，那另外我看见有些朋友，如果你是过去跟你的家人有一些意见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在工作的选择上，在男女朋友的选择上，在未来结婚的议题上，要不要生小孩的议题上，有这种分歧，有这种不一样的这个想法的话，我觉得接下来这个贵人啊，他有可能也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人，不管是去你父母，或者说你家人，或是你公公婆婆那一方去疏通，还是他跟你疏通，总之呢，我觉得他有点像是一个这种中介，有一种调和的能量，就是他的出现会让你跟你的家人，或者说让你跟某一个重要的人的关系缓和下来，也许是他的出现调解了你跟你现在伴侣的一些矛盾等等的，我看见会有这样子帮助的能量在。好，我们看一下下一张牌哦。下一张牌是抗议哦，发起一个革命。好，这张牌我觉得它的能量也是很多不同的人聚集起来，为了相同的理念
去奋斗，去发声哦。它可能是不同种族、不同年龄、不同宗教的人结合起来。那这张牌啊，我觉得它有一个能量是，如果过去你们是一只关在自己的小房间，一只关在自己的小圈圈，一只想要躲起来的话，接下来呢，你会勇敢的去表现自己。你会勇敢的去打开自己，你会去勇敢的畅所欲言。可能你过去不相信你自己，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的能量缩得很小很小，你不信任你自己，你说出来的话也不是很怎么说呢？怕别人不相信你。而接下来这个能量有一个反转，就是你们不再是躲起来的，你们是外放的，你们不再是卷缩起来的，而是你是愿意去展现你的姿态的。我看见就是这一组的朋友，其实你们过去一直就有注意到很多的地方，很多的细节，或者说这个世界有一些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或者说人与人的一些对待上，你觉得你是被错待了。其实你们不需要默默的一直忍耐着，有的时候你是可以去发言发声的。在发言发声或者说改变之前，你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教育你自己，去充足一些知识，因为你要你的立论，你的论述可能是要有理有据的，或是你知道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抗争，才有办法让这个邪恶的城堡屈服，对不对？所以我看见这个前期是有一些准备工作，是有一些训练，是有一些教育的能量在。接下来你会为自己发言发声，你会站出来为自己挺身而出，同时你们也会为他人挺身而出。这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有那种将自己的经验分享出去，而且你们不害怕。整体而言，我觉得你们是聪明的，你们虽然去抗议，但是不会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你知道要怎么样子安全的、有效的提出你们的诉求，同时也可以去帮助你们有类似处境的人。好，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下一张牌是40号牌，早晨早上哦，这个世界，整个世界在等着你们。好，过去的你们呢，很可能是这个在人群中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然后每一天就是去上班上学，然后再睡觉，然后再重复醒来，再继续这样子的流程，再过一天。而现在呢，一切都不一样了。你每一天醒来的时候，你是真真切切的在活着，你不是一个行尸走肉，你不是一个只有躯壳没有灵魂的人，你们是有目标、有目的、有热情的在活着。而且你看这扇窗是打开的，打开外面有很多的鱼，鱼代表丰盛的能量，年年有余。而这边呢，有一个精美的装饰品，这个宝盒，宝盒上面也是一条鱼，代表说其实是这组的朋友，你们的生命非常的宝贵，世界正在等着你去创造一些美好的时刻，同时你也要珍惜你自己本身的一个珍贵。接下来我觉得你们会有很多欢声笑语的一个能量，你可能会感受到大自然的能量，你会感受到你身边是有人陪伴你的，或者有些朋友，你们刚刚说过你们会遇到你所爱的人，你想要跟他一起共度人生，你终于想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了。未来的3到6个月，能量会有一个反转，你会发自内心的微笑，发自内心的去感受活着的美好，以及你会去接收到来自一些身边的朋友、邻居啊，或是同事的一些帮助，或者是说一些小小的礼物等等。也有人给你提供的是一个资讯的帮助，他免费提供你一个什么样子的资讯来帮助你解决问题。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到接下来你们的能量是打开的，你们愿意跟外界连接。当你跟外界连接的时候，很多朋友你会收获一群很好的朋友，属于你的一个友谊，或者是一个合作伙伴、合作的团队。另外有一些朋友，你们收获的是一个新的恋情。当你跟外界做连接的时候，你们的眼界、你们的这个视野也被
提升了，被开阔了，在能量上也升级了。你会发现你的想法，你的存在是这么的独一无二，你每一天会有很多创意性的点子想要去实现，这个实现可大可小，它可能是事业上一个这种资源的对接合作，或是你想要成立一间新的公司，什么样子的东西你将它产品化具象化，这个是大的，小到是你每一天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创意的尝试实验。比如说你今天练习用一个比较温柔的口气跟你另外一半说话，或者说你今天尝试做一道新的菜色，或者说你尝试一个新的发型，染一个新的发色，你尝试一个新的这个口红的颜色，新的打扮的方式等等的大大小小的尝试，都让你每一天充满了无限的可能跟无限的期待。你每一天早晨醒来的都是想说，我要接收到太阳的能量，我要迎接今天的好运。好，接下来再看到下面2张牌哦。好，接下来再看到下面的牌哦。好，第一张牌是哇，金光闪闪的能量，我觉得有很多的财富的能量正在向你们这边靠拢，你们是财富的吸铁，你们是聚宝盆，你们本身就是一块自然的金子，发光的金子，你生来就是金子，无论现在发生什么事情，无论过去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会被污损，你也无法被污损，你不需要再去增添你自己的价值了，因为你就是闪闪发亮的，就算在你狼狈低潮跟沮丧无助的时刻，你们还是金子。你要知道，你是按照你最高源头的形象去被创造出来的，所以你们不需要去证明你的价值，你的价值在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被证明了，你不需要花你的一生去讨好别人，或是去告诉别人，去拿到很多的证明，告诉别人说我有多好，我有多棒，请来爱我。你不需要证明你有多好来去取得被爱这件事情。事实上，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去享受生活，你们可以去放松，你们可以去放手，你可以去让你的灵魂引导你。看这一张牌哦，你们就是自己的国王、女王，这个就是你内在的力量哦。金光闪闪，然后全身穿着，连这个丝袜都是金色的。还有这边也有很多财富的能量会向你们靠拢。有些朋友，你们是不是这张牌有那种小富婆、小富翁、一夜致富的能量，一夜翻盘的能量都有可能哦。好，来看一下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是一张充满祝福能量的牌哦。好，这张牌是说没有办法去忽视，没有办法去逃离的这个祝福，这个幸福哦。当你们去感受到你是你存在这个世界上是珍贵的，然后你感受到生命的一些善意，你去珍惜自己的时候，好运就会流向你。同时这张牌也告诉大家，当其他人发生好事的时候，你去欣赏别人的这个幸福，其实你也会，这个好事也会回流到你身上。有的时候其实能够去欣赏别人的幸福，能够去真心祝福别人的幸福，它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心态。好，它是一个很稀缺的心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别人比我们好，也许嘴巴上是恭喜，然后心里就是觉得说有点嫉妒，有点羡慕，然后把自己跟他比较，想说我怎么样才能够达到那样子的程度，那样子的境界，或者是说为什么他这么走运我都没有。这张牌其实告诉你说，当你去真心祝福别人的时候呢，好，他的这个好消息跟好事也会影响你，也会流到你身上，也会感染到你。同样的，如果说在你生命中有些人呢，你需要就是如果你遇到有一些人他正在经历挑战，正在经历一个低潮难过的时刻，他需要一些帮助，而你呢可能就是
去真心的为了他的困境困难去祷告，或者说真心的希望他能够变好。也许是你给他你在雨天的时候帮他撑一把伞，或者是说你在心里默默的去祈祷一切可以变好。当你的这个祈祷啊送出去之后，宇宙不仅会去回应你的这个祈祷，就是会让你想要去帮助的这个人变好，同时呢，宇宙也会因为你这一份善心，让幸福笼罩在你的身上。所以有的时候，当你看见有一个地方，比如说很缺水，你在为他们祈雨，你在为他们祈求一些幸福的时候，当这个雨降下来的时候，不仅是在降在就是你祈求的那个人的身上，同时这个好运、这个幸福的大雨也会降在你身上，你也会被满满的祝福淋湿。所以当你向别人送出祝福，当你口吐好话、口吐莲花的时候，不自觉的你也沐浴在幸福的洪流中。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你们今天全部的讯息啦。那我是蜜雅，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